地球是永動機嗎？為什麼可以一直轉動幾十億年？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們腳下這顆重達60萬億億噸的大家伙——地球，它到底是怎麼轉起來的？更神奇的是，它已經轉了整整46億年了，居然還沒停下來。這要是一個普通的陀螺，轉個幾分鐘就得倒。可地球這顆超級陀螺到底加了什麼牌子的潤滑油，能一直轉到現在？難道地球真的是傳說中的永動機嗎？首先，我們先來破除第一個迷思，地球絕對不是永動機。雖然它轉了很久，但永動機這3個字在物理學界可是禁忌，那是違背能量守恆定律的妄想。地球之所以能轉這麼久，其實全靠它命好，不僅出生時繼承了一大筆遺產，而且後天生長的環境也特別給力。我們得把時間撥回到46億年前，那時候別說地球了，連太陽都還沒影呢。宇宙裡只有一大片亂糟糟的星際雲，也就是我們說的星雲。這些星雲裡主要是氢气、氦气，還有一些超新星大爆炸留下的渣子。這裡我們得提一下牛頓老爺子，300多年前他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時候，其實就給地球的轉動埋下了伏筆。在引力的作用下，這片廣闊的星雲開始慢慢聚集、收縮。就像你洗澡時放水，水流向排水口聚集時會形成漩渦一樣，星雲在收縮的過程中，因為各處的受力不均匀，這坨星雲就會發生自轉。而且隨着收縮，它的轉速會越來越快。物理學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角動量守恆，簡單理解就是一個旋轉的物體，如果沒有外力干擾，它的旋轉狀態就会一直保持下去。當原始星雲不斷塌縮，體積變得越來越小，根據角動量守恆，它的轉速就會變得越來越快。最終，這團星雲的核心變成了太陽，而剩下的那些邊角料，也就是那不到 0.14% 的殘渣碎塊，就在太陽周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吸積盤。地球就是在這個盤子裡，通過無數次的碰撞、融合，像滾雪球一樣慢慢長大的。所以你看，地球的自轉其實是娘胎裡帶出來的，它繼承了原始星雲旋轉的能量，這在科學上叫角動量繼承。換句話說，地球從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是帶着初速度在轉動的。每一個恆星系統在形成時都會經歷這種塌縮和加速的過程。太陽佔據了整個太陽系 99.86% 的質量，而我們地球只是那剩下的一丁點碎渣形成的。但就是這些碎渣繼承了太陽系形成之初最原始的動力。說到這兒，可能有人要問了，那為什麼8大行星都在轉，有的轉的姿勢還那麼奇怪呢？這就得說到地球生命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車禍了。在地球形成的早期，它的自轉軸其實是挺正的，但後來一顆像火星那麼大的行星，科學家給它取名叫忒伊亞，一頭撞上了地球。這場宇宙大碰撞直接把地球撞歪了 23.44 度，同時也把地球撞大了一圈，還順便撞出了一堆碎片。這些碎片後來在引力作用下聚集成了月球，所以我們現在能享受到一年四季的变化，還真得感謝那次致命一擊。如果沒有那次碰撞，地球可能就像水星一樣，只有極冷和極熱，沒有四季的交替。而且這次碰撞還讓地球擁有了一個巨大的鐵質核心，為我們提供了強大的磁場保護。可以說，這次車禍是地球生命誕生的前提。說到這兒，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覺得如果沒有那次碰撞，地球沒有了 23.44 度的傾斜角，我们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觀點。當然，如果你還想深入了解，可以翻看我之前的影片，如果地球沒有歪着轉。那麼，為什麼地球在太空裡能一直轉，不會像地面上的陀螺那樣停下來？這就要提到另一個物理學概念——慣性。在地面上，陀螺之所以會停，是因為它受到了地面摩擦力和空氣阻力的雙重夹擊，能量在摩擦中变成了熱量散失掉了。但在太空裡，情況完全不同。太空幾乎是真空狀態，沒有空氣阻力，也沒有誰能給地球墊個底座產生摩擦。所以一旦地球轉起來了，根據牛頓第一定律，它就会一直保持這個運動狀態轉下去。這就像你在冰面上推了一把完美的滑塊，如果沒有摩擦，它能滑到宇宙盡頭。慣性的大小與質量成正比，地球重達60萬億億噸，
這麼巨大的質量意味着它擁有極其驚人的慣性。想要讓這麼大的家伙停下來，除非有同等級別的外力去阻礙它。而在空旷的太陽系裡，能對地球產生這種影響的外力其實非常有限。雖然太空裡也有星際塵埃和太陽風，但它們對地球的影響微乎其微，就像一隻蚊子撞上了一輛全速行駛的高鐵。不過，我們說地球會一直轉下去，其實也是相對的。事實上，地球的轉速正在悄悄發生變化。最新的科學數據顯示，雖然地球看起來轉得很穩，但它其實是在變慢的。罪魁禍首就是我們那位鄰居月球。月球的引力會對地球產生潮汐作用，這種潮汐力就像是一個隱形的剎車片，不斷地磨損着地球自轉的能量。科學家研究發現，地球自轉大概每100年就會變慢約 1.6 到 2.4 毫秒。這種變慢的過程被稱為潮汐鎖定，就像月球已經被地球完全鎖定，永遠只有一面对着我們一樣，地球最終也會被太陽鎖定。在幾億年前的恐龍時代，地球上的一天可能只有21到23個小時。如果你能穿越回去，你會發現日子過得比現在快多了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根据最新的研究，月球正在以每年大約 3.8 厘米的速度遠離地球。隨着月球跑得越來越遠，它對地球的剎車作用也會發生變化。甚至有科學家推測，10億年後，地球的自轉和公轉都會出現明顯的改變。除了月球，太陽也在影響着地球。太陽每秒鐘會因為核聚變損失大約400萬噸的質量，同時通過太陽風帶走大量的物質，這導致太陽的引力在極緩慢地減弱。引力一減弱，地球就會漸漸遠離太陽。目前的研究認為，地球正在以每年約 1.5 厘米的速度遠離太陽。雖然這個速度慢得讓人察覺不到，但長此以往，地球的公轉軌道會變大，公轉週期也會變長。也就是說，未來的地球一年會變得越來越長。但這裡有個非常有趣的反常現象，大家一定要聽聽。雖然長期來看地球在變慢，但根據2022年的最新監測，地球居然創下了自1969年以來最快的自轉記錄。2022年6月29日那天，地球自轉一圈的時間比標準的24小時少了 1.59 毫秒。這又是為什麼呢？科學家們現在還沒完全定論，有的認為是地球內部的地核運動導致的，有的認為是2級冰川融化、地殼反彈引起的。這就像一個花樣滑冰運動員把伸開的手臂縮了回來，轉速自然就加快了。當2級的冰川融化，水流向赤道，或者地殼因為失去冰蓋壓力而隆起，地球的質量分布就會發生微調，從而影響轉速。所以你看，地球雖然是個老司機，但它的車速也是忽快忽慢，受着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，甚至連全球氣候變暖都在悄悄改變着地球的轉速。最後，我們来總結一下，地球之所以能轉幾十億年，第一是因為它出生在旋轉的星雲裡，繼承了強大的角動量。第二是因為太空太乾淨了，沒有摩擦力來當剎車。第三是因為它質量巨大，慣性極強，一旦發動就很難停下來。雖然月球在不停地給它使絆子，但按照目前的減速趨勢，地球想要徹底停下來，可能得等到太陽变成紅巨星，把地球吞掉的那一天。所以大家暫時不用擔心，明天早上起來地球就不轉了。好了，關於地球自轉，你還有什麼想知道的？或者你對地球變快這個現象有什麼獨特的看法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。